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叉 P 或许都不相同。加米这个角色也算是卡普空几十年来的招牌角色之一了。春丽人气虽然也很高，但那个大粗腿，说实话，在这个层面上，我是真的喜欢不起来。这一期呢，我会做的相对比较克制，因为稍不注意啊，就会很瞎头。但论起性感符号这个词儿来看，我眼里啊，似乎只有这个不穿裤子的加米了。这种时候，我都很后悔自己出生还是太晚了。我实在是想象不到这个不穿裤子的女人在几十年前是怎样让无数阶级宅男心甘情愿的掏出她手中那2个硬币的。不过话说回游戏的话，虽然这次12月2号的补丁过后，加米立回层面遭到了不小的削弱。但对普通玩家来说，似乎依然是一个上下限，好像或许可能比较模棱两可的角色，不再是以前那个非常考验立回功底的角色了。所以以前这只性感小猫咪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现在这个角色又难又简单呢？其实从街霸系列正式走向3D 模型开始，加米一直都是一个用来证明你立回基础能力的优秀案例。虽然世代啊是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每一个角色都有很多花里胡哨看不懂的套路，当然加米啊也有他十分强力的招式，只是没有其他角色那么花里胡哨罢了。给大伙儿看看以前的低空剑，普通版本不仅可以超低空无脑压制，后跳还能取消 EX 版本，海量加帧啊！所以只要你29指令的手法足够娴熟，对手没有明确的对策，那么很快游戏就会结束了。即使到了末期，没有普通版本的低空剑这种逆天招式了，但 EX 版本的低空压制依然可以给到对手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即便你的风格不是那种凶猛进攻的类型，加米的拳脚啊，几十年来大体思路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变化。中脚、重脚、重拳距离远，判定又硬。立回的时候啊，除开抓插合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啊，就用你这几个拳脚的理解，就可以与许多手长脚长的角色打得有来有回。过程中放倒了对手要进攻啊，倒地立马前跳空间，稳定压起身，再学几个民工连，那么基本上你已经清楚加米这个角色要怎么玩了。随之而来的5代，虽然木压简单了特别多，但是所有角色都很难再做到随时轻攻击木压中攻击了。常规摸到对手的情况下，给你的确认时间大大减少，并且加米的空间也迎来了史诗级的削弱。EX 版本不再可以超低空使用了，帧数也完全没有当年那么硬朗。从以前神仙打架的时代啊，也迎来了终结。5代加米变得比过去更加需要立回的基础功，期间非常依赖确认来获得优势，并且加米的确认时间还比其他角色要短一点点。我这里有2组不同的数据啊，但是依然可以明显的看到加米对比肯的确认时间还要短。不过专精加米的普通玩家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依然可以做到较为稳定的确认 2MK 的。高手的话啊，甚至5 HP 的确认命中率还蛮高的哦。虽然确认是变得比以前要更难了，但加米的拳脚手感上啊倒是有不少的提升。即便拳脚是有些许变化吧，但以前硬朗的招式啊，在5代依然是他的灵魂技。虽然空剑遭到了重砍，但是距离感足够好的话啊，依然是他必不可少的获胜工具。截至目前为止，加米的定位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了，他是一个没有特别的花里胡哨的角色，就是依靠你对拳脚和招式的理解，在每一次插合立回压起身中，用最看得着的武器去攻破敌人的防线。但这也意味着他没有很多新人杀手的工具，对一开始选择加米为主力的新玩家来说，很难在对局中占到便宜。但加米人气这么高的，却因为门槛呢，又把喜欢加米的玩家拒之门外，是不是有点不妥呢？我街霸6中心理念是什么？是让路人沉迷这个游戏，然后安利给其他人，再把我每一年赛季的小人皮肤，和几百年才更一更的角色皮肤啊，狠狠买掉，给爷赚钱，好吧？所以要让新人快速入坑，就不能只是说我有个现代模式就可以了的，角色设计就要进行在可控范围内的最大改动，把难的东西做简单，但是保留最核心的部分。于是现在的加米就成了一个我认为上手起来非常快的一个角色。其中最大的工程，我认为是在通用系统的变化上面。首先是绿冲啊，给了每个角色快速晋升的一个机会，新手开荒期是没有几个人绿冲是盯得准的。其次是点头和 loop 头啊，搭配绿冲的辅助，每次投中即便不在板边，也可以依赖绿冲再次晋升投折。除了这种一招鲜的打法，加米连招操作难度上也有很大的简化。重拳的 TC 无论是取消大招还是接其他的招式，留给你的搓招时间真的不能再多了。低空剑反打投折，魔种必定缺反抗。重拳 TC 一套换边推板随便你挑啊，但是新版本 OD 空剑即便缺康了，也没有办法再换边了哟，也就只能推板或者用巨额资源来换边了。总之把我上面说的一招鲜套路用起来，然后再把什么重拳、中脚、重脚、中拳这些招
招式多拿去尝试一下，怎么也能让你在低分段里面叱咤风云啊！所以你们看，加密过去的一些什么极限的木鸭或者一些高阶手法，到了如今基本上也简化的非常之多。拳脚整体思路大致上仍然也是几十年的这一套，还有现代模式辅助，搓招难度也降低了。我一个摇杆玩家，就算不用摇杆，我就掌机手柄加现代模式，只拿我上面教的那进攻3件套，随便开一局，怎么也能和对手打得有来有回吧？插个题外话啊，掌机或者手柄的 R2、A2 键程对我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哦。键程太大了，不方便我按辅助键，手太重的可控键程还真帮了我个大忙。现代模式的加密啊，核心拳脚除了那个被砍得很厉害的下中拳以外，基本上啊都还是有对应的按键的 ，TC 推板、中拳换边、低空间打拆这些根本不需要手法，反正就是一键。如果你还是打不进去啊，那你就反摇拳嘛。新手区80%以上的加密玩家，都爱不释手这一招的。虽然帧数发生是比较慢哈，拓展呢也比啃的大飞脚要大一些，但仍然不妨碍这一招作为你新手区快速晋升的优秀神技。Nice。如今的加密就是这样，长得又好看，身材又吸睛，上手门槛骤降，性能起码在新手区依然强劲吧。拳脚在最新的版本也不算差的没边儿。其实人人啊都能上手试一试。曾经这个不爱穿裤子还被红帽虾头男精神催眠的杀手啊，这一次补丁更新主要是针对加密的立回能力进行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削弱，下中拳恢复帧和判定框得到了增加 ，OD 阵容不再换边，并且伤害计算啊做了调整。对比其他版本的角色调整来说，加密确实是砍得比较痛的那一位了。不过对我们普通玩家来说，并不是非常的致命啊。加密精通难很大部分也是因为抛开常规路线后，一定要对拳脚有足够的理解，才能支撑你到更高的一个分段。不是说我什么拳脚好用就可以随便摁的哦。对比某个披着披风的战中拳那种来说，加密更加需要你去做精打细算的。所以这也是我认为为什么加密又难又简单的原因之一。大家也别再担心加密被削弱之后能不能玩了之类的啊。真正爱一个人是可以接受他的缺点，这么可爱漂亮，还有哈基米的酷姐姐，怎么能让人喜欢不起来啊？我就在此发誓，从今天开始，我永远会当一位加密的主力玩家，直到不是火舞加入战场。不废话了啊！加密他就是一个长得又好看，而且非常适合新人入坑的一个角色。视频到这里也差不多是杀锅了哈。之后我的频道会更新一种新的风格，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一样。这种工作量特别大、追求质感、观影体验的这种杂谈呢，我会暂时的放一放。但是未来的内容啊，依然会非常的精彩。最后啊，希望大伙儿能给我一个小小的3连，奖励一下干了好久视频的我啊。更多有趣的内容都在我的频道。我是秃头，一只加密的狗。我们下期再见。